加入芒果 TV 会员，将先看初入职场击掌记、尊享初入职场击掌记、分游记等超多精彩内容。来吧，那咱俩坐边边吧。我们本来想坐这儿的，嘿嘿，溜边儿吃饭，上桌要溜边儿坐。嘿嘿嘿嘿嘿嘿。昨天教员们见面的小细节什么的，大家还记不记得？有没有什么最深的印象？歌就是传说，歌还是那首歌，可是我们这些老哥哥已经不是那个歌了，歌只是传说。歌就是传说，走上了人生的巅峰。我就记得昨天刘教员站起来自我介绍的时候，他是敬了一个礼，包括他说的那段打油诗，蓝天飞翔，儿时梦想，飞翔蓝天，妻儿心间。所以我也就鼓起勇气，在55岁的高龄，我报名参加了波音787的改装，一切都是从头开始。他真的很有才。我感觉对于55岁的人来讲，英语是他不熟悉的，也不是他母语，他再去精进学那些专有的词汇，其实很难。我感觉如果是我55岁，我不会想去再跳出自己的舒适圈了。别说55、35岁我都不想跳了。啊，早啊！哎呀，教员们早！早，教员们早。刚才我看大家伙也都聊得很热烈嘛，所以我还真想再问问咱们的学员们对咱们这些老教员们的感受是怎么样的？有谁想先分享一下的吗？我先分享。好。就我开始坐那个车去接那个范教员，还见到了他的女儿，你能感觉出来他们的氛围就特别融洽，而且范教员是一个特别亲和、特别开朗的一个人。装摄像头那个老师满头是汗，然后范教员还在前面拿2张纸给他擦擦汗，就特别体贴人，又特别开朗、特别亲和的一个人。我问了他很多我现在感觉到困惑的东西啊，抓紧时间问，对，变成一个研讨。就是坐飞机上，包括咱们来这儿的之前，其实没有见到过各位教员穿制服的样子。相对于我吧，相对于我，哎。但是你们今天把制服一换，就感觉仿佛立马换了一个人，每个人都很精神。每一位身上都有让我们值得学习的地方，不仅是这种形象管理上，以及对待工作的这个认真的态度。反正知道什么叫我们老一代前辈的作风了吧？对，是。这样给我的感觉呢，就是对第一给我的印象就是非常随和亲切。以前见到各位教员的名字，可能都是在一些学习文件上，就是我们要向他们去学习。然后一开始就觉得哇，这今天跟大拿见到肯定会很紧张。结果所有教员看到我们就是笑呵呵的，真的像看自家的亲晚辈一样。甚至说一开始我还想和教员合照的时候，我都不是很好意思，然后教员一把就把我搂过来，来来来，好高兴一起合个照。Hello， 大家可以来张合照吗？3、2、1，师傅好帅！接触生之后，我就发现教员给我另外的印象就是对于飞行的热爱，就是我真的是要向大家去学习。其实昨天是我去许教员的家中，然后接了他。其实，在我们一起去机场的车上的时候，然后我有跟许教员去说过很多关于我们下航的这些是如何发展的呀，如何成立的。其实让我感受非常非常的深刻，就是我们下航之所以有今天，是因为我们国家的政策好，是因为有地方的扶持，还有像许教员这样的好多的前辈，然后一起组建的下航，才能够让下航有今天的这样的辉煌。也
正是因为有许教员这样的人才，才能够让我们这些晚辈能够有这身制服能穿，然后能够坐在这儿去做一名飞行员嘛。这个是让我感受非常非常深刻的一点。我特别有印象的是，昨天我飞完那个航班之后，其实我是遇到了范教员。当时我和岳阳在旁边和教员聊天，他特别能理解我们这一代人。他就说，其实你们这一代人有时代不同的因素在，所以你们有更多的压力或者更多的考核，所以你们也要加油，要对自己有信心。还有就是政局。飞行技术就是在当时我入行的时候关注的公众号之一哈，不好意思。然后谢谢您在经历了这么长的飞行之后总结，把你心中的这些想法，然后这些东西愿意分享给我们这些后辈。还有您真的超级可爱的。好，我的分享完了，我要继续干。等于搞这个公众号很吸引人啊。就其实昨天不是直飞荣誉航班吗？这时候我师傅突然说一句这样的话，就是我印象真的很深刻。就他突然歪过头，邪魅一笑，然后说：“放心飞。”其实，在上去之前，我还是刚开始内心还是比较放松的，就说这2个月成长进步了很多。然后突然看到一群我们资深的老教员，就当时突然就比较紧张，就说啊，今天有这么多资深的前辈在后面看着我们飞这趟航班。其实坐在驾驶舱的时候，我是有点紧张的。我们的师傅们不仅是在生活中用言语去温暖我们，去帮助我们，其实在飞行中更多的是他们作为一名职业飞行员，他们作为我们的教员，在飞行中用他们的专业知识去保护我们。我想我师傅会这样去保护我们，肯定是因为我师傅的师傅们、教员们也是这样去保护我的师傅，所以我觉得真的很感动。我觉得这就是咱们这种传承力量。对，就是想到那个瞬间，我的突然就很触动我。我就想看你师傅邪魅一笑。邪魅一笑。那我这个邪魅一笑呢，其实我也是阳光的一笑，只不过是在他的眼里为什么会变成邪魅一笑，我觉得需要他解释一下。是先把头侧到拖进面板中间，然后这样一过来看。韩教员，您之前不是跟那个范教员飞过？都飞过。对，我在车上还问范教员，我说韩教员年轻时候有没有八卦的事？又八卦我，他从第一天就开始八卦我。对，这个想，但是我没透露啊。我说没有。因为有很多思绪不知道从何说起，就跳跃性思维的随意想说啥说啥。是。因为我还是有好几位熟悉的教员嘛，像我在737还是很新的副驾驶的时候，段总就带我飞过万州、西安，然后那次飞行也特别愉快，所以我印象很深刻，就觉得教员人真的特别好。那一段还吃了他战友送给他的那特别甜的水蜜桃，还有许教员分享的，他跟我们科普了一下茶叶，然后听着他像外公像爷爷一样娓娓道来的给你讲那么有趣的知识，就觉得天哪，你待在他旁边，你跟他聊天都好有趣。然后他不仅能做100个俯卧撑，他还很会品茶。其他的教员虽然我没有飞过，但是我这次见到大家，我的感受就是你们在飞行的时候有非常认真的去飞行。如果是我们能像他们一样，面对那种挫折和挑战去成长，然后我们以后一定也会是很棒的人。我是怎么感觉像是在总结发言啊？哦，不好意思，那按照小齐老师讲话，我们可以下班了。其实没那么多优秀，只是你们看到了我们优秀的一面，这也是人性好的一面，就是看到别人长处来补自己的不足。对。但是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每个人有自己的不足，你们也是一样。飞行过程中间，你们看着我们这样的交流好像很慈祥，其实飞行中间它有两面的，作为教员也是有两面，一面他会很严厉，一面他会很慈祥，他是总的来是希望你好，这个是根本的。
希望你飞得好，希望你飞得快，希望你更快的成长，很快的成熟。飞行只有等你不飞那一天，你才可以骄傲。所以我们往往教员会对你很严厉，飞行的作风和飞行安全的紧密度太强了，啊，都是紧紧连接的，是紧紧连接的。许教员说完，我就感觉真的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我觉得中国民航飞行员都应该像在座的每一位这样，你们把那棵树苗栽在那里了，特别的正。现在可能观众看到的都是上面枝繁叶茂的样子。但是其实下面向下扎的那个根是只有大家各位才知道，是只有每一位民航人自己才知道。所以我们要做的是，树苗前人栽好了，我们自己要使劲向下扎根，才能拖住上面这一片枝繁叶茂的蓝天。这是我觉得这是我最深的一个感受。然后我之前来之前是很担心跟大家。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开口，怎么能成为朋友，怎么能聊起来。后来发现大家都特别温暖，特别可爱，自然而然就能融到一块儿。然后就跟昨天过来车上一样，段教员坐这边，关键教员坐这边，两个人在那斗嘴啊，然后说过去的故事，我就感觉特别好。然后就感觉仿佛见到了龙龙和洋洋未来的样子。邓教员，我之前是你久闻大名，如雷贯耳，身上的阳光一直是在往外发散的。就是你们都是我们想成为的人，我们会努力的。所以今天其实把我们这些飞行前辈邀请过来啊，其实是我想再一次的想让我们这些飞行前辈跟我们这些青春飞行团上一堂宝贵的民航课吧。老前辈们也是多才多艺嘛。民航课怎么讲？我想分两个部分，一个是飞行专业上的技能，另外一个是指的是生活方面的技能。希望我们前辈们都给我们一些经验和分享吧，用画画的形式来分享，稍微增加了一点点的难度。这个画画是这对我来讲是太难了。哎，是两边画呀，还是画到一面上啊？啊？对。说不画了吧？还要搞一个专业上的专业的。你想个五边航镜，一小五边航镜，然后画个五边航镜。是吧？在这儿讲课了，现场讲课了哈。可以赚到了。现场讲课。那差不多我们就可以开始了，那我们就可以开始分享吧。这次我们从邓老师这边开始吧，怎么样？我给大家看看我画的是个啥哈。哦，我知道了。哎呀妈呀，养猪养鸭，还有老鼠。老鼠是我画的，小猪是不是我，我们一婷画的。我小热画的是一个鸡，它属鸡，它属猪。哎，我不属鼠啊，我不属鼠。我这个人啊，这一辈子啊，人家给我的评价是啥了？毛糙，急。其实啊，我们来的这个世界上确实不容易，时间真短暂。一晃，你看我都60岁了，这人生没过够，做啥事儿啊都想快一点做，快一点做。我们飞行中也是要快。有一个词叫熟练，你不达到一定的熟练度，你的这个技能是提不上去的。那么在生活中，我们有很多事情也是，你必须要快速迅速。你就是去做个饭，对不对？你1个小时才炒一盘菜，人家都肚子都饿扁了。你得快，但你做得到快，必须达到熟练了以后，你将来你才慢得下来。飞行方面的，谁来猜一猜我将讲什么课题？氧气面罩，这个我印象深刻。氧气面罩你学过了，在面试室是吧？航境飞行，
我跟大家分享航境飞行。大拿给我们讲课了。那个在面试室呢，其实也是一个为了求快，把一个很复杂的一个程序，把它变成了一个口诀儿，对吧？比如说那个我们遇到紧急施压的时候，我们要戴上氧气面罩，你按照那个手册那个文字描述，你去想到文字描述，你做动作你一定做不下来。那我们把它变成了6个字，在面试室，就像跳舞一样的啊。耳机脖子上一摘，戴面试室。你看我下面要跳舞啊！你要能按照文字性描述太慢了，那我们啪，你看我一个，你要能达到熟练度，那飞机在紧急情况下我们非常需要的快的，对吧？把那个刚才的这个给你想知道的多讲那个氧气面罩的。我们要开始上这个飞行技术课了啊！上飞行技术课啊！那我先讲一个最基本的哈，最基本的数据是1度1海里100尺。就说什么？我们飞行啊，它也是个数学模型，就是说我改变1度角度，我前进1海里能改变100尺高度。那在5边呢，我们的飞机啊是3度下滑角，那么我们大概平均数字就是1海里对应300尺，是不是1度也是对应100尺？那么他们经常问我的下滑道高了低了，我怎么修正？那我们用这个航境法就特别好算啊！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假如说我的下滑道我偏差了1度。一格一个点呢，在我们737上是0.4度，那本来我应该在3度下滑角上飞的，对吧？那现在就表示高一个点，我就在3.4度上飞。那我为了修这个高一个点，我把它修回去怎么修呢？我把它做到量化操作，那我就增加0.4度的下降角，就是飞3.8度。我们学会这个航境法去飞是非常简单的。好，谢谢大家。好，讲得好。刚才我们邓教授讲得很深奥，技术含量很高，给他点赞。我讲呢，讲一个方法，不讲太多的技术。我15岁当兵，15岁开始学飞行，是个小屁孩，但是我的教员对我很严格。他说：“吴良啊，你要学飞行，你要用心去学，要用脑去学。具体的讲，就是要动脑去思考。”要动手去写，就是写笔记。所以说我画的一个就是一个本儿，飞行笔记本。我在部队20年，刚开始教授说：“今天吴良你飞得怎么样？”不是很懂。今天哪个地方没有飞好，记下来，回去思考。小屁孩不懂啊，有时候偷懒、耍滑头，教授第一天就会狠狠地批评你。最后就养成了一种写飞行笔记、写飞行心得体会的一种习惯。当时不知道，但是现在我就感觉到教授给我的一种财富，我从中真正的受益了。今天我也带来了我的一些笔记本，拿来给大家看一看。还有标号，我拿哇，这么多，正好是20本。在厦航飞了25年的这个波音，然后飞过737、200、300、500、700、800，飞过787。737航班运行我有总结有体会，737的模拟机我有总结有体会，737的模拟机教员我有总结有体会，飞了787的航班运行我有总结有体会，787的模拟机我有总结有体会。787的模拟机教员带教，我也有总结体会，这里面都有编号。这个是737的这个模拟机教员，这是1到101，也就是从第一个体会到第101个体会。模拟机的教员一共写了4本还是5本，最后一点写的是第225条体会。然后787写了可能是7本还是8本，最后一个体会是第406条，也就是我写的第406条体会。写这个的过程就是：第一，我飞行当中遇到什么所谓的闪光点，把它记下来；如果不具备记下来的时间，我记在心里。过站也好，退场以后也好，我把它写下来，然后打好草稿，再有大块的时间，我都把它写成抄下来。所以说，就写了这么20本的所谓的个人的体会和经验体会。我就想说，年轻的飞行员们，你们要干好这一行，一定要写体会，动脑思，
动手写。请刘教员讲讲我们生活方面上的技能呢？运动，运动，运动，打球，打球，打球。啊，原来画的是球，羽毛球。送你们一个大目标，一个大目标：敬重生命，敬畏生命，敬畏职责，敬畏规章，确保安全。小目标1，学到退休，飞到退休，精彩退休。小目标2，回归大地，回归自然。小目标3，享受阳光，享受时光，享受天伦，无悔无怨。我受益，也希望大家受益。大家我先猜一猜吧，猜猜我们董教员画的是什么？我估计我就不用猜了，我一猜我就能猜出来了，因为是我师傅。因为董教员是飞787的，我猜是跟国际旅行还有工作与旅行方面有关。好的，请我们董教员给我们讲讲吧。我画了一张是一个航图，从厦门到印度，但是这个是调机2五2次的一个经历和过程。那2五2次呢，是我们737-200全世界最后一架。在厦航服役了几年之后呢，因为公司策略卖掉印度一家公司，那要卖之后呢，人家买家肯定要看架飞机怎么样，所以他就派了一个总飞行师过来检查。厦航呢就做了一个维修，然后就搞了一个试飞。那我是一直参与这架飞机的试飞，然后让我们把这架飞机给它飞到印度去。我就跟聂爽把这架飞机从厦门就起飞了，但是才在孟加拉湾的时候，通讯失效，完了，同时液压又出问题了，液压表又指零了，对我们心理压力非常大。通讯失效之后，我们当时就没有办法，只有是离开偏离手册，在空中拔跳开关，一直在试，就像以前我们家老电视似的，没有信号要拍。就一直要拍操纵台，后来我们想说还是不行啊，即便是通讯失效了，我们还是按照我们原来的计划，还继续往印度飞。快飞过海湾的时候，突然间有声音了，我们是极大欢喜，我们就建立了信心，就继续往马德拉斯飞。到了机场上空之后，叫塔台叫不到。实际那个时候，当时是夏天，印度当时的天气预报是47度，机场关闭了，温度太高。但是我们不了解这个航行通告，我们原来准备的它是一条长跑道，结果塔台冒了一句，那个跑道是关闭的，只能用一个1600米的一个跑道，而且没有标志灯，没有引进灯，爬比灯都没有。就只能看一个方块，光跑道，很难的。因为当时那个副驾驶说没见过这么短的跑道，我们的性能可不可以？没有办法，油量也紧张了，就落下来了。跑道头停下之后，启动 APU 启动不起来。地面报的温度是48度，那地面可能有6、70度，地表温度高。后来一看不行，因为这样的话我们会中暑。第一次感受到在飞机下面跟烤箱一样，脚都烫，没有办法又跑到飞机上，差不多1个小时海关才来。但是我就想说，因为时间关系就不讲那么多了，就想说分享一下以前我们运行是个什么环境，遇到什么问题，怎么克服去解决的，我们怎么样抗压来解决我们的一些遇到的问题。那么生活方面呢，我就刚才画了一个足球场，我以为种的地。为什么足球场呢？那个年代可能就是刚刚足球兴起，特别喜欢踢。但是从踢足球，一个是锻炼体魄，另外一个什么能锻炼我们这个配合意识。建议大家多去运动，多去享受和体验生活。谢谢。然后，那我们也想猜一猜，我们关教员画了些什么的内容呢？
大概哪方面的？反正不会是关老爷。关总比较爱饮食嘛，他看来是不是与美食有关系啊？可能你们都猜错了，是吧？关于飞行技能这方面呢，画了2颗心，画了一个很强壮的手臂。那我想表述的意思是什么呢？一定要有一个很强的心理训练。那我呢，一共飞了27522小时，啊，在97年吧，那一次我去飞香港，香港起飞以后，大概上升到5000多米吧，突然之间所有的警告都响了，警铃、警灯，还有 X 上面的信息 ，Left engine fire。哎呀，真的是紧张，确实紧张，但是强制的让自己不紧张。现在的话来说，复原率非常强，很快就立马就复原了。稳稳当当的去判断这个飞机的故障，那么它有没有这个真实的着火呢？我们通过观察发动机的数据，所有的数据都是正常的。这个时候我就很谨慎了啊，因为有这种压力在里。那如果呢，你要是判断准确了，它不存在火警，根本就是一个因为是某种原因造成的假信息呢，你可以正常的完成这个航班呢。所以那个时候我们4个人啊一起去判断，一起去看，确确实实是正常的发动机。结果我们判断准确，啊，处置也是正确的，啊，也没有关车，就飞回来了。后来确诊的毛病是哪里呢？就是那个探测那个火警探测环路，头2天在下雨，反潮出现的那个短路，造成的火警假信息，给我的印象就非常深刻了。那个警铃在驾驶舱里突然响起来的时候，那个是很刺激人的。我建议你们在以后啊飞行当中，每次第一班进驾驶舱的时候，一定要去做一个火警测试。不光是检查飞机，也是给自己的心理刺激一下，刺激那个警铃，怎么样让你能够更接受它，啊，去平稳的、稳稳当当的去处理它。我觉得有一个强大的心理承受能力，是飞行员准确判断处置空中故障，还有空中紧急特情的最基本的东西。好，第2面啊，就是一座山，山上有一个小人儿，下面呢是一个碗。啊，我们飞行员呢，但是实际生活当中呢，与人这个相交，还是为人处事，是吧？都应该做到这个平平常常的，一副碗筷，是吧？跟大家做一个平常的交流，拿这个自己的平常心去对所有人，是我这一辈子感觉最自豪的地方。好，就到这儿。所以就是碰到这个故障的时候，一定要冷静，要综合判断到底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现象，才能做出个准确的决断。信心来源于本事啊。刚才从这个飞行上，大家都说了很多了哈。那我简单说一下民航人的这种担当、这种理念哈。有一次我是从厦门起飞，飞北京，刚进入合肥区域，这时候乘务长就打个电话说：“报告机长，客舱有一个老年人，现在呢呼吸困难，说可能需要紧急救援。”那我一听这个，我就跟乘务长说：“我说那我们决定去合肥备降。”落地以后，当我们走出驾驶舱的时候，整个的客舱旅客都响起了热烈的掌声。这个就是叫什么？民航人的一种精神，安全第一，生命至上。第2个就是机组在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怎么样跟客舱的沟通、驾驶舱之间的沟通、跟地面的沟通。作为一个合格的机长，方方面面都要考虑到的。第2个的话，我就画了一个糖葫芦。对，工作是为了生活，生活是为了更好的工作。希望你们在北京这几天呢，可以去
快乐一下，哈哈，快乐一下。那北京这么大，古迹这么多，都可以去玩一玩。心情好了，才能够更好的投入到工作当中去。我的分享就这些。谢谢大家。那我们就到我们段教员了，想给大家分享一下工作中的一个小技巧。我画了一个时钟，我们每时每刻都离不开时间。我刚才给大家看了，我们时钟是个方形的，实际的表盘呢是个圆形的，但是你们在使用中是怎么用的呢？你说说。右上角 set 设置啥呀？国内时 UTC。哎，国内国际时是吧？左边呢？我记得左下角，想记飞行时长的时候，我刚开始压的是左上角啊，然后再一压，哎就停了，所以我最后才发现其实是左下角这个是记录咱们飞行的时长。对。但在使用中呢，实际上我觉得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习惯。我给秒表呢给起了个新的名字，叫记事表。它只要转，你要么记录你在做什么，要么呢过多长时间你去做什么。给这个表用好了，你就会得到很多的好处。右上角不用说了，要求的要必须调国际时。发现这个我们分秒不差的时候，你有没有及时的右下角给它调回来？左下角的用时呢，滑出的时候记一下运行的总时间。就是轮档记轮档时间，滑出的记开表，关车，停表。所以副驾驶在我面前想记时间，多记1分钟，少记1分钟，不可能。我这就是标准。这是我记录的整过程，大家以后运行中再体会。第二个呢，飞行员的身体，徐总也讲了，我想有这么几个建议。要针对性的选择运动项目，多选择一些隔网运动，还有一个身体接触的对抗性运动，避免，尤其是足球。飞行员不允许参加对抗运动，太强了，容易受伤。飞行员的对抗运动只能够参加像篮球啊、乒乓球、足球不允许。我觉得这段教员分享非常好，因为我们飞行员其实身体最重要，身体好了我们才能做好更好的本职工作，所以身体是第一要素。那我接下来就轮到我们最后许教员了。好，掌声。那我讲一个飞行作风，飞行作风它的严谨对飞行的影响很大。如果你程序规范了，那么飞行就不容易出现问题。就是这个是个做菜的过程。我们飞行员大部分老飞行员都会做饭，而且都是亲力做饭。只要有机会的时候，它这里边和我们的飞行确实还有相当的帮助和关联。因为我们飞行需要的是一个规范的、程序的、不拉细节这样一个飞行过程。炒菜也是一样，你还没有洗，你就去切，切了怎么洗？好吧，你放了菜再放油，那个油不是生油味道吗？做饭它就是这个顺序是不能颠倒的，是程序，SOP。生活中的 SOP， 实际上你看家里做饭谁会去做？但是他多年养成了一种流程，习惯成自然了。昨天我们吃烤鸭里边的一道绝门的，就是用果末来烧这个鸭，是吧？和你用普通的炭来烧鸭就不一样。刘教员他就是用的红末，他把这给它写成东西了，是吧？那烤出来鸭可能更好。比喻的就是说，它有总结，它有升华、下厨，虽然是为了嘴，但是对我们飞行的技能，特别是飞行顺序、规划性、计划性、条理性是很有帮助的，能够给你飞行的顺序不乱。第二个，这个是我是受益的。1972年，我当了5年教员后，调到北京来飞专机。我想带点什么走呢？我就带了这么多书一大摞，然后包到了北京，把这些书全部从头到尾啃了不知道多少遍。
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飞行中间，如果你具备很多方方面面的知识，你出现问题就能很顺畅的去应对。比如这个云是机状的，机状它的高度是多高，它有没有带电，你就可以眼睛可以看得出来。甚至到雷达上，晚上眼睛看不到这雷达也可以看到它有没有电。没有电，即使机状的，我也可以进，它顶多有点电波。像这一类的气象知识，如果你掌握了，那么你就可以避免很多问题。我就讲这么一点。那谢谢徐总给我们的分享。我是大概2000年来的公司，然后03年开始上机飞行的，一转眼也20多年了。今天我就切实体会到，能发展到今天，就是我们这些前辈们一班一班飞出来的，是你们才让下航发展到了今天。这个接力棒也到我的手上，我有信心也能传承下去。他们年轻一代飞行员也是能接受住的，会把下航发展的是越来越好，越飞越高。所以在此再次感谢我们的飞行前辈们。我希望我自己满足前辈给我的这些期待，让自己终有一天能真正做到扛起自己肩上的担子，成为像前辈一样的开拓者。我其实不知道去怎么表达，就包括那个授勋仪式那一环节，所有人站起来的一瞬间，我就觉得这是前辈们对我们的期待和寄托。只要飞行之路要跑一场马拉松，现在接触到前辈中的力量，我觉得我们一定要像前辈们一样跑好、跑正、跑远，把这份接力棒传递给我们的下一代。我觉得传承的力量，我一定要好好的学习和接受。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们也定会带着我们前辈的心愿还有梦想，继续守护好每一班岗。听了这么多教员的分享，然后我的内心非常的感动。这条路可能孤单，也可能有伙伴，但是我相信，我愿意陪着自己，一步一个脚印，像小蜗牛一样的往前走。谢谢教员们，向你们学习。3、2、1。这一次远航迎风而上，看晨曦曙光在更高地方。每一次起航迎风而上，追向日海浪，迎向那天空蓝去远方，去远方。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关注微博官方账号“初入职场机长季”，一起共享蓝天旅程。上微博搜索“初入职场机长季”话题页，参与节目更多精彩互动。感谢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首席合作媒体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独家中文百科合作平台百度百科。上百度搜索“初入职场机长季”，精彩内容尽在百度百科。深度短视频互动平台抖音，指定问答社区知乎，深度短视频合作平台快手，内容合作平台小红书，城市地标裸眼 3D 大屏合作伙伴：长沙之星国际裸眼 3D 大屏、成都兰博基尼中心地标大屏、杭州数字双目裸眼 3D 大屏。特别合作：扇贝 APP、网易有道词典、智联招聘、前程无忧、途家、智行铁友、百度输入法、WiFi 万能钥匙、美图秀秀。特别鸣谢微博校园：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国民航大学、西安航空学院、山东航空学院、南昌航空大学、安阳工学院。城市商业综合体合作伙伴：万达广场、专属练歌房、温莎 KTV。定位合格，定位。